世界上有过许多耸人听闻的超级工程，这些超级工程无一不让人惊叹，但最终这惊人的项目都因各种原因而惨遭下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类玩坏过的5大超级工程。这第一个，科拉超深钻孔。科拉超深钻孔是前苏联于1970年在科拉半岛临近挪威国界地区开始的一项科学钻探，其中最深的一个钻孔 X-3在1989年达到了12263米，以垂深计算，这个钻孔可以说是达到了地球最深处的人造产物。不过当初这项超级工程却不是全为了科学研究，而是出于与美国竞赛和科研的目的挖了这口深井，可以说是冷战期间最奇怪的一种竞赛。根据资料记载，这项工程从1970年5月24日开始，到1944年钻探停止工作，整整进行了24年。此后各种研究仍持续了数年，直到2006年资金耗尽，2008年被生锈的金属盖盖严，这项研究才被彻底的废弃。而关于这项工程还传出过一个惊悚的传说，相传在科拉超深钻孔钻到12公里深处以后，钻头携带录音设备收录到了地里传来的人类惨叫声。这个传闻后来被许多人认为是地狱存在的证据，但实际上这段所谓的地狱之声只不过是由一段电影声效合成的。这段电影声效来自于1972的恐怖电影《贵族之血》。如果大家拿这两段录音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这两段录音非常的接近。2. 德州华兹堡计划。在大家不停吐槽欧洲4的大型强子对讲机可能毁灭世界之前，其实美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差点得到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那么什么是粒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机我们可以理解成是通过加速粒子到很大的速度，互相撞击找出构成物质的更基础的微粒，以便于研究宇宙的起源，寻找理论上存在的上帝粒子，比如用于模拟宇宙大爆炸时所形成的微型黑洞。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有人认为它会毁灭世界，他们认为黑洞会成长起来，最终吞噬地球，但科学家们却否定了这一点，因为通过计算任何一个黑洞都会有一种叫做霍金辐射现象而消失。德州华兹堡计划就是因为想找寻上帝粒子所建设的研究项目，如果这事能成，它足足有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3倍大。但是项目开工不久，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超支就逼迫国会在他把美国坑为2流穷国之前就咔嚓了这个无底洞项目，仅留下了这14英里隧道和一切设施在德州沙漠里长草。3. 克斯拉塔。这个或许没有上面那些庞然大物来的刺激，但这座矗立在长岛上的铁塔也足以载进史册。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类最早的无线通讯实践。1901年，科学家特拉斯从石油大亨摩根那里获得了15万美元的资助，由著名设计师斯坦福怀特操刀，开始了他的跨太平洋无线电广播和输电实验。在摩根的巨额资金的支持下，特拉斯在这栋砖房里借助187英尺的高塔，想要完成向全球无线输送电力的梦想。但只可惜特拉斯整个计划在1901年12月被人抢先成功从英国向纽约芬兰发送了人类第一份电报后，摩根立刻撤走了资助，特拉斯不得不在1905年关闭了实验设置并遗弃。而关于特斯拉塔还有一个传言，那就是关于1908年6月30日的通古斯大爆炸。通古斯大爆炸是发生在俄罗斯通古斯河附近的巨大爆炸事件，爆炸的 TNT 量约为15到200万吨，威力大约是广岛核倍的1000倍。关于通古斯爆炸的原因假说很多，包括天体中的爆炸、彗星撞击、天然氢弹、反物质爆炸、外星飞船坠毁等等。当时传得最广的一个说法是，通古斯大爆炸是由特斯拉的沃登克里福特塔无线电能传输所造成。这一传言属于奥利弗1990年在命运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但其实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因为怀疑特斯拉导致通古斯大爆炸的证据之一是通古斯所在的纬度与特斯拉电塔所在的纬度相同，但实际上电塔建造地纽约长岛和克拉维多与通古斯所在的纬度并不接近。此外，远距离无线电力传输定向性很差，利用它实行远距离精准打击很困难，而且由于无线电能传输的弥漫性，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即使沃登克里夫塔曾瞄准通古斯发射过高聚能的电磁波，也无法以可观能量到达远在1万千米以外的俄罗斯。4. 冰航母哈巴库克号。哈巴库克号始于2战时期，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国内钢材奇缺，无法建造很多的反驱逐舰与护航航母，但困境彻底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他们完成了冰母的图纸，制作了模型，并把这个怪物命名为哈巴库克号。1943年5月，这些专家小组在加拿大洛基山脉下的帕德里夏湖开始建造冰质实验品。1个月后，一艘长20米、外面贴着木板、内舱壁涂有沥青、船体上凿着管状型通风管道的模型问世。当时绝大多数美英高级将领都对冰航母充满了信心，并期盼它的尽早建造。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蒙巴顿将军的游说下，也批准出资建造冰航母。但到工程建造一半的时候，科学家们才猛然发现，最应该被重视的
的机器散热问题被忽视了。舰上大型动力装置，特别是发动机，只要一启动，周围的冰就开始大量的融化，而且这一关键性技术难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冰航母计划只能在人们的一片笑声中黯淡下马。5. 地球圈2号。地球圈2号是人类想要移民火星的一个新型实验，而这项实验的最终目的就是如何在火星上建造一个生命维持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石油大亨决定先在地球上做这样的实验。这个超级暖房占地 3.15 英亩，在全玻璃钢结构的封闭建筑内，人造出了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一个循环生态，包括森林、沙漠，甚至是一片微缩海洋。一群志愿者被关在里面生活，但是严禁出入，包括任何与外界的物质交换。但是在1991至1993年的实验中，由于研究人员发现地球圈2号的氧气与二氧化碳的大气组成比例无法自行达到平衡，地球圈2号内的水泥建筑物影响到了正常的碳循环，多数植物无法正常生长或生殖，其灭亡的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经广泛讨论，最终认为地球圈2号实验失败。1995年，哥伦比亚大学接手了地球圈2号的管理工作，结束了实验任务，并将其改造成了会议中心和宾馆。好了，我是叹为观止，我们下期再见。